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最近互联网行业发生的一些事情。昨天中午当我打开美团想要叫餐的时候，发现好像又涨价了，一份套餐2素1荤加上打包费2元，就要22块。因为这个店离我这边很近，所以基本上就不用什么配送费。后来我到店里面去看了一下，同样的一份套餐店里面只要18块，而且还多出了一个菜。因为在店里吃的话不需要2块钱的打包费，但是在网上订餐的话又少了一道菜，大概也是2块钱左右。所以这样子算来算去在网上订餐还是比店里面贵了4块钱左右。那么这4块就是平台的佣金，4除以18等于22。那么这个是跟网上所说的美团佣金的比例是一致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次美团把佣金提到了22%之后很多人都说外卖吃不起了，他们只能吃泡面了。所以现在统一跟康师傅的销量又涨上去了。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美团它的各种红包补贴是非常多的，基本上天天都有，而且金额都比较大。那么在平台上点一份外卖要比店里面要便宜好几块钱，而且又不用出门，所以当时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去注册。后来这些红包越来越少，而且它的金额也是越来越小，基本上到后面就变成了可有可无了。但是平台的抽成跟这个配送费是越来越高。比如原来一份套餐2素1荤是12块钱，后面就涨到了14、15，然后又涨到了16、17、18。那么今天这一涨就直接突破20大关了。我搜索了一下这一次涨价的原因，大概是美团为了弥补亏损，所以就不得不提高佣金。然后我研究了一下美团的经营情况，在2018年的时候美团它的业务主要就是餐饮外卖、酒店旅行还有新业务3个部分。那么这边的新业务的话，主要是一些共享单车美团出行还有金融娱乐家政服务等这些领域。美团在2018年的时候，它的总营收是达到了652亿，但是它的净亏损是达到了85亿。其中餐饮外卖还有酒店旅行这2个主要板块是盈利的。那么亏损主要就是因为发展了这些美团出行还有收购了摩拜单车引起的。所以我认为美团它这一次涨价其实是因为发展其他业务造成的亏损，所以现在要把这些亏损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让消费者为他的这些业务买单。但是我认为美团的这种做法真的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它可能很快就会走上共享单车的老路，然后哪一天就会轰然倒闭。首先就是消费者要承担更多的费用。同样的一份快餐消费者他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好处，但是却平白无故的涨了4块钱，这就等于2包泡面或者一顿早餐。其实外卖的主要客户群体就是白领和大学生，这些人的收入还没有达到说对涨价不敏感的程度。毕竟除了吃饭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支出，比如说房租交通费网络通信费如果一天叫一次外卖1个月就要多支出100块左右。如果一天叫2次那就要达到200左右。其他方面的开支可能就要砍掉。至少对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经过这一次涨价很多人都觉得说以后可能就要少点或者不点外卖了，因为实在是太贵了。第二个就是店家他马上会面临着大量客户流失的风险。在过去还没有外卖平台的时候，一般都是店家自己进行配送的，范围也不远，大概也就是方圆2-3公里吧。不过只要达到一定的金额一般都不用配送费。现在有了这些什么外卖平台店家的他的生意范围是扩大了，那么消费者的选择也是多了，
而且还增加了很多就业。但是今天呢，这些平台的佣金大幅增加之后，这种商业模式马上就难以为继，因为平台佣金上涨，店家本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反而他们可能就要失去很多的客户。要维持原价留住客户，要么就是亏本经营，要么就是偷工减料。比如说同样的一份套餐呢，比如说是18块钱，那么在店里面的话可能是3个菜1个肉，但是到了网上之后就剩下2个菜1个肉了。因为少了1个菜之后呢，它对消费者的冲击不像直接涨价那么明显。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到最后这些店家肯定是只能退出平台了。那么他只要一退出平台呢，他的客户群肯定就会大大缩小，一夜回到解放前。第三呢，就是外卖业务员会受到直接的冲击，因为他们的收入是和订单直接挂钩的，所以订单一减少呢，他们的收入肯定就会大大减少。而且因为外卖的价格上涨呢，所以客户对外卖的质量还有配送速度也会要求更高。过去外卖价格低的时候呢，遇上了一些外卖业务员迟到或者饭菜变冷的情况呢，消费者还能忍受。但是现在价格涨了这么多，所以消费者他的心理预期肯定也会跟着上涨。遇上了外卖业务员迟到或者饭菜不好吃难免呢就会有一些给差评的冲动。有时候遇上了盗窃或者其他的事故，这些业务员就要赔更多的钱。最后消费者不买账，店家退出，业务员没有业绩，整个外卖模式崩溃掉。其实呢，这些外卖平台的它的技术含量不高，它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很容易去复制，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些平台的它的用户的粘度非常的低。不管是消费者还是店家呢，选择哪个平台，他们其实看的都是说这个平台能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些实惠。那么如果这个平台它的成本超过了这个用户的承受能力，那么用户肯定马上就会选择更换平台，甚至是退出平台。讲到这边呢，我就想到最近网上热传的互联网公司996工作制度。那么外卖涨价跟互联网公司的996工作制度有没有联系呢？有联系。其实这两个事情呢，都反映了互联网行业当前所面临的一种困境跟焦虑。首先呢，就是互联网行业它的竞争非常的激烈，不加班不拼命呢，可能马上就会被市场给淘汰。美团它的所有的业务呢，要么就是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要么就是严重的亏损。外卖餐饮是美团的一个主要的业务，但是这一块它的利润比较薄，只有10%几，而且还要面临饿了么的激烈竞争。美团它的主要的盈利点是它的到店服务跟它的酒店旅游，这两块的话，它的毛利能够达到80%以上，但是也要面临着携程这个老牌的对手。美团它的2018年的财报里面提到说，亏损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收购的摩拜跟发展的出行这两个业务。其实美团收购摩拜之后呢，摩拜就一直半死不活，它的单车数量是越来越少，而且那些维护人员基本上都看不见。而且就算摩拜被救活了，它还要面对着哈罗单车这个强大的对手。因为互联网行业它的竞争是非常的激烈的，所以这些互联网公司它对外就要进行烧钱大战，用大量的补贴来吸引这些用户。对内呢，就要求员工加班加点，提供比对手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就这样子你追我赶，上班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谁不加班呢，谁就要淘汰。有一次新闻报道说，美团的创始人王兴在吃午饭的时候呢，也要盯着几台电脑研究市场的行情。这应该就是互联网行业的一种真实的写照。不过不是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实行996制度，其实相当多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周末双休，每天上班是10个小时以上。但是如果上班的时间越少呢，那就说明公司的项目就越少，所以它这个公司的发展前景反而就不看好。第二个联系呢，就是许多互联网公司它的亏损非常的严重，盈利非常的困难，
越是不赚钱呢，他就越要拼命加班来扭转这种局面。总体上来说呢，互联网行业它的薪资水平是领先其他行业的，但是互联网从业人员他那种收入高不一定就代表说整个互联网行业都非常的赚钱。其实呢，他们这种高收入主要是来自2个方面，一个就是互联网行业它的工作时间长，而且它的工作强度很大，创造的利润确实也是很多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投资人的烧钱。很多互联网行业的从业人员他赚的是盆满钵满，但是他们自己的工资呢可能是严重亏损。从2017年开始呢，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一大批共享单车企业是破产倒闭。滴滴呢是被爆出在2018年亏损了109亿，京东是亏损了25亿，京东物流亏损了28亿。这些大有名气的互联网公司呢，他们从长期亏损到最后倒闭呢，说明互联网行业它其实很多时候都只是表面上的风光，那么实际上是不赚钱的。最典型呢就是共享单车，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受到了万众追捧，疯狂扩张，后面很快就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然后破产倒闭。这些企业它其实没有一个可行的盈利的模式，所以它就只能靠烧钱来维持他们的生存。等到这个钱烧完之后呢，它企业也就跟着完了。那么就是在这一种杀敌1000自损990的这种烧钱模式之中呢，这些互联网企业都非常急迫的想要找到一个盈利点，或者说至少要争取到投资人的支持，谁也不敢说落在对手的后面，所以他们就只能表现得比对手更加的拼搏，更加的狼性。很多时候呢，虽然他们没有真正的项目要做，但是公司呢也要求这些员工延长他们的上班时间，为的就是营造出一种人人拼命奋力突围的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员工的福利跟企业的利益是很难平衡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些互联网公司最后要怎么解决这种公司的利润、员工的福利还有用户的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可能最后还是需要市场的调节跟法律的一个干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下次再见。